什么是 API？API 就是程序之间约定好的一种调用方式。API 全称是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， 翻译过来就是应用程序编程接口，听起来很专业，对吧？咱们举个餐厅点餐的例子，想象一下，你去餐厅吃饭，你坐在座位上，服务员走过来，给你一份菜单，菜单上写着各种菜品和价格，你看了菜单，点了一个宫保鸡丁，服务员记下来，然后去后厨告诉厨师，过了一会儿，服务员把做好的宫保鸡丁端给你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就是使用 API 的程序，服务员就是 API， 菜单就是 API 的使用说明文档，告诉你有哪些功能可以用，后厨就是提供服务的系统，你不需要知道后厨是怎么做菜的，你只需要按照菜单点菜，服务员就会帮你把菜端过来，这就是 API 的作用，它让你不需要知道系统内部是怎么工作的，只需要按照规定的格式提出请求，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。在技术世界里， API 就是两个软件系统之间沟通的桥梁。比如说，你开发了一个手机 APP， 想要显示天气信息，但是你的 APP 里并没有天气数据，怎么办呢？你可以调用天气服务的 API， 你只需要向天气服务的 API 发送一个请求，比如告诉我北京今天的天气， API 就会返回给你温度、湿度、天气状况这些数据，你的 APP 拿到这些数据就可以显示给用户看了。你不需要知道天气服务是怎么收集数据的，是用了多少个气象站，用了什么算法哟。你只需要知道怎么调用 API 就能得到天气数据。API 的存在就是为了把内部实现和外部使用彻底隔离开，你只需要按照约定来调用，我内部怎么实现改多少次都和你没关系。那 API 都约定了哪些东西？第一，接口地址，也就是你往哪儿发请求。第二，请求方式，比如 get post put delete。第三，请求参数，参数放在 URL 里，请求题里还是请求头里。第四，返回格式，比如返回 JSON 还是其他结构。第五，错误怎么返回，比如状态码、错误码、错误信息。这5点构成了一个完整的 API 约定。那 API 只能是通过 HTTP 协议的形式交互吗？不是，只要是约定好的程序调用方式都可以叫 API。API 有很多种类型，从业务角度出发，最常见的有 Web API， 这是最常见的类型，通过互联网访问的远程服务。操作系统 API， 如 Windows 的 Win32 API 或安卓的 API， 软件通过它们来调用摄像头、读取文件或管理内存。库框架 API， 当你引入一个 Java 库或 Python 包，如 NumPy 时，你调用的那些函数接口就是库 API。AI Agent API 是2026新趋势 MCP Model Context Protocol， 这是2026年非常火的一类接口，专门为 AI 智能体设计，让 AI 能直接读取你的本地文件、数据库或工具，实现 Agent 到 API 的自主交互。接下来讲一个非常重要但很多人没想清楚的点， API 不等于功能，功能是你系统内部真正干的事情， API 只是把这个功能暴露出来的方式。同一个功能可以有多个 API， 也可以对不同人暴露不同的 API。所以在设计系统时，真正难的不是功能怎么写，而是 API 怎么设计。好的 API 应该做到以下3点，一是语义清晰，看名字就知道干什么；二是稳定，不能随便改；三是对调用方友好，错误可预期，返回一致。为什么 API 这么重要呢？主要有3个原因。第一，提高效率。你不用重复造轮子，如果每个公司都要自己开发地图、支付、天气这些功能，那得花多少时间和人力呀？有了 API， 你直接调用别人的服务就行了，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。第二，降低开发成本。开发一个完整的系统需要很多功能，如果每个功能都要自己开发，成本会非常高，但通过 API 调用现成的服务，成本就大大降低了。第三，促进创新。API 让不同公司的服务可以组合在一起，创造出新的产品。比如一个外卖 APP 可能同时调用了地图 API、支付 API、短信 API、天气 API 等等，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外卖服务。简单总结一下， API 就是2个系统之间沟通的桥梁，你不需要知道对方系统内部是怎么工作的，你只需要按照规定的格式发送请求，就能得到结果。API 让开发更高效，成本更低，还能促进创新。好，现在你应该明白什么是 API 了。它通过标准化的输入和输出，让不同的软件能够像搭积木一样组合在一起，它极大的降低了开发成本。API 就像是互联网世界的通用语言，让不同的系统可以互相协作，共同创造出更强大的功能。好了，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果有疑问或者有想了解的技术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见。